能让你的神经突然或者持续紧绷的都是些什么时候？我先来举几个例子。运动会比赛马上到你的时候，重要考试查成绩的那前几分钟，半夜回家走在路上，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你的时候，森林里野营对面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熊的时候，也就是你的身体面对威胁，处于一个战或逃的应激状态。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时候你的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让你的血管扩张、心跳加速、呼吸频率加快。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另一个在身体受到威胁或者说在应激状态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激素，比较冷门的一个激素——皮质醇。皮质醇是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它和压力有关，所以又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它和肾上腺素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肾上腺素是速效激素，就那么一阵儿，就跟你兜里的现金一样，花完就完了。而皮质醇呢，它是一种缓效激素，这就跟借贷还款一样，它给你一种慢性压力，一种长期持续性的压力，让你的身体始终无法放松。有没有发现长时间处于压力之下就会暴躁、焦虑、记忆力下降、抑郁、暴饮暴食，这就是压力荷尔蒙升高导致的。所以为什么压力大的人会发胖啊？更严重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个儿的压力荷尔蒙一直处于一个很高的状态。咱们现在来一起给自个儿的压力荷尔蒙来评个分啊！等会儿只要你满足一项啊，就在弹幕上扣个+1。第一，熬夜；第二，晚睡晚起；第三，作业多到你觉得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第四，在紧张的准备一场重要考试；第五，加班或者说是工作让你感到过度疲劳；第六，经常过度运动。我已经看到过好几条留言说啊，自己每天特别焦虑，必须要运动2到3个小时才觉得自己不会胖。长时间剧烈运动会造成持续性的皮质醇水平过高，会导致暴饮暴食。如果是剧烈运动的话不要超过90分钟。第七，就是你对你周围环境感到极度的反感，比如太臭、太暗、太亮，周围的人让你感到恶心，反正你就不喜欢这个环境。第八，就是身体不好，比如有什么慢性疾病啊、关节疼痛啊、肌纤维疼痛啊，生理上感到不舒适的。好，现在把你的皮质醇分数打在弹幕上，只要你大于了1分，你的皮质醇可能就分泌的比较频繁了。如果你大于了2分，要么你进化成究极抗压体，要么你一定要想办法做出调节和改变。好，咱们先从暴饮暴食说起。皮质醇的大量分泌会使得人体产生对食物的强烈渴望，尤其是糖和脂肪。皮质醇分泌过多，提高肝脏对营养的代谢，变相的提高了血糖含量。多余的糖分又会被转变成脂肪，尤其是腹部脂肪，最终形成向心型肥胖及苹果型身材。还有长期节食的仙女仔们，因为身体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会使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导致食欲越发的强烈，越容易引发暴饮暴食，导致慢性并发症，包括高血压、2型糖尿病，还有骨质疏松症，会导致疲劳，干扰其他激素的日常循环，扰乱睡眠模式，不容易深度睡眠，也就是你睡了半天睡了个假觉，你明明睡了很久，醒来之后还是感觉很疲劳，让脑功能受损。皮质醇会干扰记忆，造成精神上的迷茫恍惚，还会让免疫系统更加虚弱，更容易被感染。那我们怎么着才能降低体内的皮质醇呢？正常情况下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体是很牛逼的能比较好的控制这个皮质醇的分泌的。咱们这身体每天皮质醇的分泌呢，它是有个时间段的。每天早上6到8点是皮质醇，也就是你的压力荷尔蒙最高的时候；下午4到6点约为早上的一半；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最低的时候。所以第一条，早睡早起，拒绝熬夜。这条呢是用于顺应身体生物钟而消除慢性压力的。晚上10点睡6点起，这个睡眠模式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能通过休息来调节体内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变化，而且在这个时间段你的压力荷尔蒙是最低，对吧？那你整个身体是处于一个休战状态，最冷静、最平缓、最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能拥有最高的睡眠质量的时段。所以尽量在这个时间段或者靠近这个时间段来睡觉，来调节你的压力荷尔蒙，真的非常管用。自从把我的睡觉时间从1点调到了11点，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整个世界都是亮的，我拥有了之前晚睡的3倍以上的活力。第二条，适量运动，让皮质醇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且对压力的反应更加健康。尤其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一定要定期进行适量的运动。第3条，把身心运动加入到生活当中，比如瑜伽、太极，都是肉体和心智联合的运动，都是已知的对保持皮质醇处于一个适当水平有好处的运动。身心运动不只是瑜伽和太极还有冥想。冥想大家可以在 B 站搜一下，就搜冥想，我看有挺多视频的。大家没事可以打开一个听个30分钟的，练习一下冥想。第4，饮食均衡。低血糖时体内升血糖激素增多，会导致皮质醇
分泌增多。那蛋白质、脂肪和适量碳水化合物相结合的饮食呢，可以确保身体血糖水平保持平稳，从而降低皮质醇的分泌。还有其他的，比如中午眯一会儿，15分钟就可以。上下班路上听轻快的音乐，定期去做个按摩，撸猫没猫的看看猫咪视频，都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水平。好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啊，皮质醇它不是说是一个坏东西啊，适量的皮质醇可以提高体内糖原、蛋白质和脂肪的分解，调节血压、增加血糖，以及提升注意力和记忆力，帮助更高效的工作。它叫压力荷尔蒙啊，但压力它并不是个坏事儿，适度的压力是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来提高做事效率的。如果没有皮质醇的分泌，我们可能就会在压力下失控，注意力涣散，难以高效的工作。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看待你的压力荷尔蒙，正确的看待你的压力。好了，今儿这期压力荷尔蒙的科普，还有如何有效的降低压力荷尔蒙的方法，就到这儿了。别忘了一键3连，爱你们。